这里就是所有女人做梦都想嫁进来的山西乔家大院。很多人都只是在电视剧里面见过，但是真实的乔家大院到底长什么样却不知道。跟你说，这里面可有3样国宝文物，堪称世界罕见，随便拿出一个呀，都价值连城。有200多年前不用插电就能够监视上万人的监控系统，没见过吧？尤其是1吨重的犀牛望远镜，那可是国家1级文物，据说价值好几个小目标。今天阿波呢就带大家走进真实的乔家大院，去看一看他们家是如何从一个卖豆腐的小商贩发家成为晋商大户的。走吧，看看他们家的院墙啊，足足有将近10米高，这哪里是民宅，简直就是一座巨大的城堡。他们家这个围墙呀，据说深度就有将近3米多，看多厚。走进来是不是有一种特别熟悉的味道？那部电影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当年呢就是在我身后这里取景拍摄的。这里就是乔家大院的厨房了。我们普通人家里的厨房也就5、6个平方，他们家厨房看一看，上100平都不止。这里呢是他们家灶台，这个灶台呢很有特点，里面炒菜，生火呢却在墙的外面，这到底是为什么呢？看看这个孔呢，就是生火的地方。这样生火呢有一个好处，柴火的味道呀，它不会轻易的去改变菜的本味，所以为了能够让菜保持新鲜的程度，他们家在外面生火，里面炒菜。是不是相当的科学？走，我带你去看看他们家的那台劳斯莱斯。这就是他们乔家的劳斯莱斯。你可别小瞧它啊，这一个轮子都可以买现在的一台宝马7系。为什么？这个轮子呀，它可是檀木做的。有的乔家这么有钱，他的车为什么做这么小呢？古代讲究士农工商，商人的地位也是最低的，所以他们家的这个车厢啊，不能做得太大，进去必须得盘腿而坐，所以坐进去啊，并不是特别的舒服。有钱。你最多也就只能够搞个低配，明白了吧？乔家大院呢，建于1756年，有300多个房间。如果你来这边旅游迷路呀，那是很正常的事。这是他们家门槛，你看门槛都这么高，说明在古代他们家大门呀并不好进。这个院子呢，就是当年张艺谋拍摄《大红灯笼高高挂》的那个取景地，是不是特别的熟悉啊？那部电影我相信你一定看过吧？来到这里，我仿佛听到了那个敲脚的声音。他们家院子里面为什么会摆一口缸呢？这个缸在古代被称之为门海，可以算是他们家的消防栓。但是呢，在山西啊，看他们家有没有钱，并不是说你家房子有多少，而是你们家院子里有多少口缸。因为缸主要是用来盛粮食跟装醋的，缸越多，那装的粮食、装的醋也就越多。这个院子里面就有乔家的3宝，据说个个都是价值连城。带你们进来看一看。这个呢，就是乔家的镇宅之宝——犀牛望月镜。上面是一面镜子，代表月亮；中间那呢是祥云，下面是一只犀牛，谐音呢喜牛。它可是国家1级文物，用铁梨木雕刻而成的，跟铁的重量基本上差不多，有将近1吨的重量。那么关于这个犀牛望远镜，它有一个传说，说呀，当年预定呢让这个犀牛下来传旨，说人1天1餐3打扮。他却传承了人1天3餐1打扮，导致民间的东西啊不够吃，所以就罚他一直在民间为老百姓来耕种。他呢头是往上看的，寓意啊他想回到天庭，也代表回归的意思。第2样宝贝，头顶上这个球看到没有？它就是200多年前呀世界上最早的监控，可以监控上万人，但是它不需要电，也不需要太阳能，不管你躲在房间的任何角落，它都能够清清楚楚的看到你。是不是特别的神奇啊？带你去看看他们家的第3宝，当年慈禧太后送给他们家的2盏灯，叫9龙灯。世界上目前还找不到第3盏。乔家的经商之道啊，就在我身后的这3个字，叫学吃亏。吃小亏不吃大亏，吃明亏不吃暗亏。所以我们古人有一句话叫吃亏是福，被乔家人呢用的是淋漓尽致。其实现实生活当中也是一样，吃点亏不算什么，关键啊是要吃一堑长一智，从吃亏当中吸取到教训，让以后能够做得更好。这个房子里面就有乔家的第3样宝贝，叫做9龙灯。据说啊，全世界目前没有发现第3盏，2盏都在这里头。先来看一看，这个9龙灯呢是当年啊慈禧太后赠送给乔家的。那么为什么慈禧太后要赠送2盏灯给乔家呢？这个灯你仔细看呀，从空中往下看，它是一个万佛的一个符号，但下面呢有5条龙，上面呢是4条龙，加在一块一共是9条龙。而这个龙还可以折叠伸缩，在龙头上呢有一盏什么灯台，灯台里面就是点灯的地方，
中间那个位置玻璃的地方是灯芯，是用水银做的灯芯。所以这2盏灯目前全中国乃至全世界只有这2盏，找不到第3盏。都说富不过3代，但是乔家却兴旺了200多年，到底是为什么？看看我上面的3个字：俭养德。光有钱还不行，你还得有德行，而且要勤俭节约，才是让乔家兴旺发达200多年真正的原因。乔家大院这么有钱，那你知道他们的钱都藏在哪里吗？跟我来，就我边上的这个山洞里头。远看是一座假山，其实它是个藏金库，看到没有？鼎盛时期乔家大院的收入可以达到大清国库收入的1/8。你想想，这里面装了多少的白银跟黄金呀？乔家大院有6个院落，300多个房间，占地1万多平。你以为在山西它是最大的吗？其实并不是，王家大院那才是整个山西最大的院落。关注我，下个视频阿波带您去看比故宫还要大1.6倍的王家大院。